昨天晚上你的另外一个徒弟，差点让一个天大的案子再也查不出真相了。别想否认，他跟你用的是一样的剑法，只不过不是个左撇子。什么案子？舞弊啊！如果包黑子抓不住那个替考，张子庸就成了状元。张子庸这种人如果成了状元，那莘莘学子还有什么奔头？师傅，你管还是不管？我不管。这是官府的事情，跟我们江湖无关，我不会管的。不行不行，你必须得管！哎，你必须得管！你教出来的徒弟，犯了祸害天下苍生的事儿，你也跑不了。我不管。你。跟了我一路，出来吧。过来说吧。师兄，仕途可好啊？仕途无涯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师弟，我怎么越看越糊涂了？哪里糊涂？师兄教你。你家相爷为你指路，你为何指到个替考的举子头上？怎么，师弟也开始为官场的事操心了？考上是官，没考上是民，做了替考更是冤民，侠义难容。何以见得是冤民？明明能考上状元，却做了替考，难道还不冤？他的笔杆子在恶人手里是冤，到了相爷手里就能写出锦绣文章。是锦绣苍生，还是锦绣他自己啊？天下。师弟，我在江湖混久了，不懂律法，不知当朝宰相还能设有私牢。不用霹雳手段，不显菩萨心肠。师弟，我奉劝你一句：仕途与歧途一线之间，师兄脚下留神，当心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师兄也送你一句：但行善事，莫问前程。主人，按您的吩咐，我刚去开封府大牢里，给大少爷把家里的饭菜送去了。他吃了吗？嗨，他没有吃，说他忙，没时间吃，把饭菜给了隔壁的一个小子。忙什么呀？嗨，题诗。他题什么诗啊？他嫌牢里的墙上空着，看着别扭，就往墙上写了诗啊。他还真把大牢当成自个儿家了。参见大人，卑职回来了。张东找到了吗？大人，从昨天晚上就一直没有见过他。这个替考必须马上找到，找到之后灭了他的口。大人，除了少爷和张东，没有人知道这个替考是谁呀。现在张东不见了，少爷又不肯说，这岂不是要在下大海里捞针吗？跟着包拯找，就一定能找到。切记，要抢在他们前头灭口。最后问你一遍，韦文清在哪儿？哦，拿进来吧。
爹，现在您怎么还亲自喂鸽子呀？你以为这些活都谁干呀？不是管家他们吗？他们哪懂得这里的门道啊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，这些鸽子可是你爹时来运转的吉祥鸟。我记得，那个时候我才10岁。飞鸽传书那天，西夏贼被杀得尸横遍野。那天你也被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您告诉我们，咱们的敌人在身后，而如今，咱们的敌人在哪儿？要去哪儿啊？正要找我哥吃2杯。那你就去开封府大牢里找他吧。什么？今天早晨我亲自给他绑去的。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大义灭亲，你可以告诉皇上，叫他敞开了查。他还活着？5张都没要了你的命，看来是老天爷真舍不得收你。说不定再加1张，你就真的飞黄腾达了。我扛了，我扛了。就是魏文清。包大人，咱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呀！我上次奉劝过张公子要好自为之，不想再在这儿见到你。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这里，所以我就让我爹亲手把我送来了。请坐。不必浪费口舌了，问了也是白问，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。如果是帮助救你的随从张东呢？张东，他怎么了？他昨夜去烧书院。他被你的人抓起来了，他现在在哪儿？是被一个武艺高强的蒙面人抓走了。蒙面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的人看到了。你怎么能确定是张东放火烧的书院？我并不知道，是你刚才告诉了我。包拯，我又让你给绕进去了。抓张东的蒙面人，国舅觉得会是谁派去的？除了我爹，还能有谁啊？现在开封城里知道你舞弊的，除了你家人，还有皇上、范仲淹大人、王延龄宰相和本官。我们都有可能。是王延龄？你怎么断定？这个老狐狸一直想给他孙女报仇，一直在找机会杀我，一定就是他。张公子，你把事情想得简单了。什么意思？范仲淹大人因为你的牵连而被关进大牢里。范大人是一个真正忧国忧民的好官，这样的官在朝廷里面很难得。那也不能怪我呀，谁让他突然变革科举，害得我3年书白读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现在他跟我一起坐牢，也算是公平了。包大人，问的怎么样？他什么都不说。这世道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张子雍这种人，又硬又横又不要命，还真不好对付。你在这干什么？等你啊。什么事？尹小姐回来了。我师父说他不管。展大侠为什么不管？他说这是你们官府的事儿。你确定昨夜那个剑客真的是展大侠的徒弟？他没有否认，代表他心虚了，错不了。王朝、马汉在。备马。去哪儿？咱们亲自去拜访展大侠。是。
先填饱肚子。想要你的命，用不着下毒。你是书生？是。书生都会功夫吗？我爹是走镖的，从小我跟我爹学的。张子雍给了你多少银子？500两。你也为了500两银子，宁愿放弃你的大好前程。我是受张子雍所迫。他如何逼迫你？他说，如果我不替他考，不但拿不到银子，还担保我今年什么也中不了。我还是没有答应他，他就让一个叫张东的手下要我的命。那个张东武艺高强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拿多少银子办多少事。可是你为什么要烧书院？我原本想远走高飞，大不了3年之后再回来重考。可是谁成想，那张东又找上我，说事情败露了，让我擦干屁股再走，要不然上头查下来，我人头不保。展无为，我师父辞世后，在这个世上会这种剑法的，除了我，只有我师兄，而他已经背叛了师门，投奔了宰相王延龄的门下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你料到什么了？是王延龄在搞鬼。马后炮！如果老夫保你化险为夷，前程似锦，你如何报答老夫呢？您如何保我？我乃当朝宰相。小的愿以身家回报大人。好，明天我就带你面见皇上。只要你把事情始末禀报清楚，余下的事老夫来做。谢大人。口说无凭，你给我立个字据。立字？是啊，你若反复无常，在皇上面前改了口，那老夫岂不是很难看吗？啊，大人放心，小的笔墨伺候。韦公子，之前多有得罪，请。包拯有个不情之请，要我助你一臂之力。是助开封府一臂之力。不可。官有官道，侠有侠道。我派教义讲求一个侠字。我师兄已投奔官府，已不再是同道中人，我岂能步其后尘？可是这是其一。那其二呢？
与官府同流合污，不但不能行侠仗义，反而会碍手碍脚，甚至是助纣为虐。案情紧迫，包拯无意与展大侠争辩是非。如果抛开官府，可否助包拯一臂之力？也不可。又是为何？我不会同门自相残杀。如果是为了救人呢？救谁？范仲淹，范大人。他是谁？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好官。这次科举改革就是他主持的。舞弊案如果查不出真相，他就要蒙受不白之冤。展大侠心中有个侠字，包某跟范大人的心中又何尝没有？奉天行道，善得人友，守德仗义，理智忠信，这便是侠义之本。展大侠仗剑江湖，除暴安良；范大人效忠朝野，造福百姓。这两者即便不相与谋，却也绝非背道而驰。展大侠，难道要见死不救吗？办法倒是有一个。什么？我教你们如何破解我派的剑法。即使再没有天赋的人，只要懂得使剑，花上1个下午，都能学会。是酒有毒。我在酒里滴了几滴金线蛇的毒汁，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头痛欲裂、亦真亦幻，但如果3个时辰内不服解药，毒性就会散布全身，不论是谁，必将五脏俱裂而死。为什么？相爷早就认出你来了。当年皇宫火案，他在刘太后书房见过你和张子雍。韦文清在哪里？你还有3个时辰，是生是死，慢慢考虑吧。你们3个就把我当成展无为，像昨天晚上一样，全力围攻我。动真格的吗？真刀真枪。你也用真家伙？我用这个。哎，师傅，你这样不怕我们伤到你吗？那我拜你为师。哼，不要太轻敌了。闲话少说，出招吧。得罪了。封侯，霍夫，传心，飞仙夺刃，4招。有那么好看吗？粗俗至极。哎，不过我发现，这些诗如果把后2句改一改的话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怎么改？比如那首《上高山》，一上一上又一上，一上上到高山上。怎么了？多好的诗啊！这个毫无诗意。如果把后2句改成举头红日向云低，万里江山都在望，气势就不一样了。你现编的？啊，即兴之作。哼，我不信，你再改一首我看看。改哪首？
改这首，金鸡报晓。鸡叫一声撅一撅，鸡叫两声撅两撅，鸡叫三声撅三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撅了，直接把后面2句改了，我听听。三声唤出扶桑日，扫拜残星与小月。每首都能这么改啊，差不多。改首难的。哪首难？那首难，百鹅图。鹅鹅鹅鹅鹅鹅鹅，一鹅一鹅又一鹅，这也算诗？当然算诗，七言绝句你不知道啊？赶紧改。有了。时尽皇家千种丽，凤凰何少尔何多。可以呀，你。啊，公子过奖。张公子，吃饭了。先给他吃。哦。啊，多谢公子。哎，你们俩干嘛去啊？展大侠这不是教我们功夫呢，是臭显摆呢。士可杀不可辱，小姐，我们走了。给我站住！忍辱负重4个字，懂不懂啊？本小姐叱咤江湖这么多年，能拜在展大侠的门下，就凭这4个字。我们哥俩的功夫是自己摔打出来的，没师傅，压根没打算拜师。那不耻下问的道理总懂吧？师傅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跟他们俩计较。展大侠素来以大局为重，案情紧迫，还望展大侠不吝赐教。好了，你们过来吧。我派剑法讲求料敌先机，以攻为守，重在制敌而非杀敌。除了我刚才出的那几招之外，其他没有一招是可以一击毙命的。而我师兄这人呢，一向不择手段，恰恰痴迷于这夺命的招式。那我们不是等于去送死吗？未必，最强之处恰恰也是最弱之处。师傅在世时，我已经看到我派武功有2个致命的弱点。什么弱点？其一，不能一剑歼2命；其二，收势时会容易暴露心脏所在。我们3个人呢，该怎么对付他？原理其实不难，一人诱其出招，一人朝他持剑的右臂劈头猛攻，其他一概不管。另外一个人呢，当他防范之时，对准他的心脏，即便不能一剑刺死他，也会让他转攻为守，而防守恰恰是我派剑法薄弱之处。哦，难怪师傅要用左手使剑，原来是要扬长避短。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左撇子呢。左手剑确实可以摒除一些弱点，不过我确实是个左撇子，所以我派剑法在我这里没有任何的破绽。切记一点，如果你们像昨晚一样先中了第4招飞仙夺刃，那么一切都是空谈。所以我真正要教你们的，就是如何破解这第4招。如何破解？以你们的实力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兵器绑在手上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好事。连我这个不懂诗的人，我听完了都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
那之前写的不好吗？之前的和这一首相比，那通通都不值一提了。本少爷还有一首更好的，念给你听。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这是诗吗？这是首儿歌。少爷，来，来。哎，对了，调戏民女是什么滋味？你我都是一种人，宁吃飞禽2两，不吃走兽半斤。只不过你爱风流，我爱走险。凭你这相貌，别人家的闺女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可你就喜欢啃硬柿子。恩人抬举了，我是走投无路。走投无路？被债逼的。调戏民女还能抵债呢？哦，不能，不过能进大牢啊。你真是故意犯案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非礼你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就是要非礼你。相公，你快出来呀，相公！娘子，怎么了？他说他要非礼我。啊？哎呀，真是个傻子，别理他，咱走。你才傻子呢！我就是要非礼你娘子。你说什么？后来那个女子的相公把我打了一顿，就把我绑到开封府了。小爷我倒是见过一些世面，但是头一次听说躲到大牢里躲债的，真是比说书的还邪乎。唉，实不相瞒，我半夜自己想起来都觉得可笑。你欠多少银子？500两。我替你还了。啊？这怎么使的？这都是小事。你这个人能屈能伸，以后出去跟我混吧。跟您？做什么？给我当军师，你放心，名利都亏不了你的。多谢恩人。好，接着吃酒。好。来。起来，收拾东西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刑期满了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我哪儿也不去。嘿，你还真当这是你家呀？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。打死我也不走。我要陪着张公子同甘共苦。张公子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以后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油锅，我都跟着您。国舅爷，今天谁要是敢把他放，我就让谁吃不了兜着走。国舅爷请便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刚才他说什么？您是国舅？
不像吗？啊不！啊！小民不知国舅爷在此，罪该万死。自己人，起来吧。啊！谢国舅爷。来，陪我吃酒。好。来。姐姐这茶点的味道，妹妹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这些年妹妹流落民间，都没有机会做给妹妹吃。如今只要一句话，姐姐带着点心，随叫随到。流落荒野之地，那自然是受尽了苦。天下的女人啊，还都羡慕我们在这偌大的皇宫中，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，独守空闺的这份苦有多难熬。其他的姐妹都去为先帝守灵，只有我们才能坐在这儿闲聊几句。妹妹说的是。妹妹，皇上刚刚入正，年龄还小，哪些人可用，哪些人不可用，还需要妹妹多想着点儿。皇上有时不比咱们看得清楚。姐姐在宫中的日子比妹妹久，姐姐可有什么推荐的人选呢？别人姐姐也不清楚，但把守皇宫护卫的夏统领就不错，人忠诚，先后护卫了2位皇帝的后宫，身为禁军统领，功夫自然过人了。不敢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起码能以一当十。哎呀，夏统领护卫皇宫这些年也有不少功劳，无论是为先皇，还是现在的皇上，都立下过汗马功劳。妹妹，夏统领真的是皇上的可用之才。姐姐的意思，妹妹懂了。如今不比当初，你我行事都要小心才是。会小心的，你次次见面都说这样的话。如果我们离开这里呢？离开这里？可哀家一直觉得，这皇宫之内，才是你我的家呀。娘娘，杨太妃身边的人传来消息，夏统领又偷偷去了杨太妃那里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来，转过来看看。不错，大小合适吗？合适。你喜欢就好。谢谢姐姐。我今天过来啊，其实是有件事情要告诉妹妹。李娘娘想在府上养个戏班子，我寻思着，不如把妹妹以前的戏班子请过来，没事儿过来唱唱曲儿，还可以见见老朋友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李娘娘愿意吗？当然愿意了。姐姐一来就有好消息，还有新衣服穿。妹妹要是喜欢，姐姐再给你做一件。我现在啊，闲得恨不得能开个裁缝铺，能从早忙到晚呢。你知道吗？娘娘整天只教我做一件事情，你猜是什么？什么？享受。其实我和姐姐一样，张大人也比你享受。那倒不是，是和姐姐一样无聊。妹妹琴棋书画样样都会，闲着也能给自己解解闷儿啊。憋在屋里自弹自唱，早晚把自己憋成个疯婆子。高山流水，难觅知音。守着这府里这些人都是鸡同鸭讲，
对牛弹琴。蓉儿她平时不是挺懂风雅的吗？我们平时不怎么说话，蓉儿每天替皇上分忧朝政，都是天黑才回来，都成亲1年了。你们不会还没同房吧？其实反过来想想啊，蓉儿也是一表人才，又足智多谋，也算得上是如意郎君。3分人事，7分天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哪件事不是被命运赶着走？回头想想呀，倒不如随遇而安。昭儿从小与富贵无缘，也没想过高攀什么，既不是做皇后的命，也不是做少奶奶的命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教书先生？叶儿的书我能教，皇上的书只能他自己读了。等有一天，皇上可以展翅高飞了，我倒宁愿继续跟着戏班子去走南闯北，卖艺糊口。你要是一走了之了，怕是皇上也无心高飞了。相信我，皇上总有一天可以独当一面的。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有皇帝的样子了。你最近见过皇上？见过几次。皇上叫你去的，姐姐千万要保密。就按咱们练好的，你负责引他出招，我攻击他右臂，小姐刺他心脏。小姐，你要出什么纰漏，我们哥俩的命可就搭上了。哦，要不然我来引他出招吧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哎，怎么了，哥？是不是绑得太紧了？绑得不紧，他一抡就磕飞了。哦，哎，你看我这行吗？行不行？啊？你绑的什么呀？这是？你怎么绑了个死结啊？快点弄！哎，轻点儿。上次饶你们一命，这次又来送死。谁死还不一定。哼，学聪明了。少废话，看刀！认输吧，小姐，快去救人。嗯。谁教你们的招数？管不着。是空还是满？这
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，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